注意，此遊戲不適合高血壓、心臟病和肝功能不全人士遊玩，敬請留意。各位好啊，又係我 KL 啊，歡迎嚟到新之武王頻道。咁上集就講到敢達爭鋒對決，就等同俾錢買難受一樣。今次就會繼續講下呢隻遊戲背後嘅故事，究竟呢一隻高達 VS 系列嘅野種究竟係點樣嚟嘅？除咗呃錢之外，佢推出嘅目的又會係乜呢？如果未睇上一集嘅朋友，可以睇咗上一集先，再過嚟睇今集，就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嘅。咁 Bandai Namco 其實亦都有中國嘅分部 ，Bandai Namco Shanghai 簡稱 BNSH， 其實佢就係一個子公司嚟嘅。呢一間公司入邊呢，啲高層全部都係空降落嚟日本人嚟做管理層嘅，目的呢就方便調用嗰啲版權啊，或者打擊啲國內盜版模型咁樣啦。咁同時啦 ，BNSH 呢就睇中咗我大祖國呢一嚿肥田，所以呢就組織咗佢哋自己嘅開發團隊。嗱，留意翻啊，呢一隻呢就唔係國產嘅山寨品或者啲乜鬼嘅自主研發嘅嘢嚟嘅，佢依然呢都係靠住日本嘅開發團隊去製作嘅。咁講到 BNSH 嘅目的呢，除咗佢哋睇中咗中國玩家嗰個課金能力之外呢，仲可以為將來 EXBS 2以後出嘅新機呢，先行喺敢達入邊做實驗嘅。例如嗰啲 Tri-Burning Gundam、Star Winning Gundam、Narrative Gundam B 裝備都係先喺敢達度出咗，而之後來就喺 EXBS 2上面解禁嘅。而佢哋嘅武裝亦都有幾分近似。另外啦，就係利用佢哋呢隻遊戲去為佢哋嗰期出嘅模型啊、Mobile 雲或者去 Metal Build 去做宣傳。咁例如啊 ，Xia 嘅 Repair R4 啦，出 Metal Build 嗰陣呢，咁嗰個月份就會將呢部機做成嗰個月嘅主題活動機啦。咁由於啦貨滿嗰個價錢呢，淨係需要幾千蚊嘅，而且個強度都唔錯，雖然唔係好勁，咁所以呢，往往主題月活動呢都吸引到唔少人去課金。同埋啦，海鷹網絡呢，其實同上海 Bandai Namco 嘅關係呢，一定唔係咁簡單嘅。除咗高達之外啦，仲有刀劍神域啊、魔神英雄傳啊、戰艦世界、閃擊戰啊，呢啲屬於 Bandai 嘅 IP 都俾咗去海鷹做營運，所以咧唔排除有可能 Bandai Namco 上海就已經對海鷹進行咗入股，並得到部分嘅決策權，甚至可能成為咗 Bandai 嘅傀儡都唔出奇嘅。咁講到呢度啦，就係想俾大家了解翻呢隻 game 嘅來歷，其實係源自翻 Bandai 嘅野心，而咁啱佢就睇中咗中國嘅市場，所以俾大家會以為佢係一隻國產嘅遊戲。咁仲有呢度要補充嘅，上海嘅 Bandai Namco 就作為一切嘅最終決策人，下面嗰啲工作呢，基本上都交晒俾海鷹去做決定㗎啦。嗰啲機體強度啊、3D 模型啊、2D 部分呢，都係由海鷹去負責嘅。所以你會見到遊戲入邊有啲嘢呢，就失去咗日本嗰種匠人嘅講究性喺度，甚至我會覺得呢班人嘅審美觀係有啲問題嘅。例如嗰啲遊戲主界面啊、登入畫面嗰個布喪女妖呢，扮到好動感咁呢，充滿住國產手遊嘅味道。話說你嘅手指公佢喺邊度啊？高達咁樣揸槍㗎，仲有你睇下，部機都係咁嘅 pose， 我懷疑整 pose 嗰個人淨係睇過 Gundam Seed嘅啫，連紅巴都係咁嘅 pose 啊！然之後啲比例錯到亂七八糟 ，N.B.O. 嘅巴力無論劍舞同埋姿勢咧都係充滿住氣勢嘅。但係你睇下敢達入邊，因為劍舞人員咧係依照 H.G. 1:144嘅模型做出嚟，所以整體霸氣盡失，仲更加唔會有不可違抗嘅感覺喺度。另外機師嘅作畫亦都係非常之簡陋嘅，你究竟喺度畫乜春嘢啊？你同我講呢撇係畫，呢啲咁嘅上色同線條就好似用小畫家畫出嚟咁樣。我呢個唔識畫畫嘅外行人，我用小畫家淨係需要30分鐘我就可以臨摹翻出嚟。你哋睇下係咪好似？咁海鷹呢間公司除咗佢啲作品質素非常之參差，管理層都係問題多多嘅。咁尤其呢幾年啦，海鷹醜聞不斷，先後就有唔少高層涉嫌因為操控市場、內幕交易俾人拘捕，前後就拉咗2個董事長。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層其身不正，下層嗰班就更加須領不從啦。咁敢達2017年12月咧到依家都2年半嘅時間，中間咧無論決策層到開發人員都做過唔少爆鑊同埋嘔心玩家嘅作死行為。例如2018年啦1月嗰陣。啱啱咧就推出呢個128蚊人仔嘅30個星星哈羅禮包嗰陣，本來規定上限咧就每個帳號咧限買1次嘅，點知有玩家買完之後咧發現可以再買過喎，咁俾得起錢嗰啲玩家咧，梗係唔會放過呢個機會，係咁爆買啦。咁有啲玩家咧一買就買咗啲萬幾2萬蚊，咁結果幾個鐘內咧官方就發現爆鑊啦，即刻就緊急停機維護。由於佢哋買咗啲哈羅就已經用咗嚟幫佢啲機體升晒上5星啦，咁所以咧官方咧就唯有將多買過1次禮包嗰啲帳號咧就全部 lock 晒，然之後就逐個將佢哋遊戲入邊嗰啲進度恢復翻去未升嗰陣，用咗嗰啲錢
咁就唯有兌換翻啲相應價值嘅石頭俾佢哋啦。咁正因為呢次事件就已經令到唔少可以貨得起錢嗰啲土豪呢，就已經退坑啦，嚇走晒佢哋啦。咁嘔心人嘅事件呢，就點止一單咁少啊！咁海英呢間公司呢，佢唔定時定候嘔心一下啲玩家呢，佢哋就周身唔聚財噶啦。到後嚟冇幾耐啦，官方就開創咗新嘅區服，為咗要將土豪嘅錢呢，就要再搜刮多一次。咁就舉行咗呢個為期14日嘅新服活動。咁就除咗送一啲垃圾嘅龍基碎片之外，咁啊做咗一大堆有獎勵嘅排名比賽。咁啊例如活動期啦，嗰啲充滿等級、充得最高嘅玩家啦，競技場均階最高嘅玩家啦，甚至係課得最多錢嘅玩家。咁你估一下呢，課金榜第一名嗰個獎品係咩呢？就係嗰期上個月嘅限定機神高達碎片165個。咁神高達當時嚟講，話勁又唔係真係好勁，咁又唔係真係好弱嘅。咁165個碎片就可以俾你即刻激活佢之餘，仲可以升到上4星。咁當時第一名嗰個土豪就已經喺10日入邊咧就課咗2萬幾蚊噶啦。點知咧就到第11日就忽然間有個不知名嘅用戶超越咗佢。咁事件曝光後啦，有玩家就將佢呢個用戶名喺遊戲入邊搜尋一下，就會發現呢個賬號咧就只有1級嘅等級，而且一部機都冇嘅。雖然呢個土豪咧就應該唔會太過在意嗰少少嘅獎勵嘅，但呢間食屎營運公司咧連少少嘅虛擬寶物嘅獎勵咧佢都送得咁鬼寒酸，仲要整個咁嘅假賬號嚟超越佢咧。由此可見呢間公司為咗人課金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嘅。佢哋時不時會舉辦一下嗰啲抽獎活動啊，送下啲膠啊，或者送下啲3星機啊、限定機啊。但係你老味，你唔好咁市儈得唔得啫？3星機得個5個名額，限定就得個1個名額。你嗰啲咁嘅垃圾虛擬寶物，你送俾我淨係得3星，重科就得個25碎片。你送咗5000個出去，你都唔會少忽肉啦。而且你睇下嗰啲中獎嘅賬號呢，極大部分都係得個幾 level， 好似啱啱打完新手教學嘅賬號咁嘅。咁嗰啲限定機啦，要好難先升得滿啦，又要跟住嗰啲版本強勢嘅限定嚟升。其實係玩敢達每一個玩家都非常之清楚嘅事嚟嘅。咁啊，大約喺2020年3月尾嗰陣呢，呢個國內貼吧論壇呢，就有個玩家出咗一篇發帖，內容呢就係對戰之後呢，佢發現咗一個名叫做 MK77 玩家嘅賬號。咁佢啊淨係得幾百場嘅對戰，但係佢個賬號幾乎升滿晒一大堆嘅限定機，咁就懷疑佢就係官方嘅賬號。咁冇幾耐呢，呢個賬號嘅主人呢，居然跳出嚟為自己去澄清辯護，話自己一直都係用每個月99蚊去揾代打去乾出嚟嘅呢個賬號，更加就附上呢個自己零課嘅 cap 圖證明。咁啊，稍為有啲常識嘅玩家都知啦，呢隻 game 呢，你唔課金呢，你集中1個月嘅資源呢，你先可以勉強121抽一部3星嘅限定機出嚟嘅，更加唔好講。你要抽12次先可以將部機升到滿晒，除非嗰條友每10抽咧就中一部限定出嚟，否則咧佢嗰啲圖根本就係不打自招。咁由於自招嫌疑嘅圖越嚟越多啦，咁嗰個代打嘅玩家咧發現嗰個賬號嘅原主人咧喺啲言語上開始出賣佢啦，然之後嗰個代打玩家決定直接攬炒，就將所有聊天嘅記錄啊同埋2封好神秘嘅郵件咧就爆晒出嚟。發現咧，原來呢個 MK77 賬號嘅原主人咧，只係一個中學生，唔怪得知呢件事會越描越黑啦。咁啊，更加有人會爆料話，MK77 嘅老豆咧，原來就喺上海嘅 Bandai 入邊做嘢。咁郵件入邊嗰20萬個石頭同埋嗰1000個哈羅換算做人民幣咧，就即係24000幾蚊。咁而海英啦，發現大件事啦，咁啊即刻遵從我大共產黨一貫做法，鏟帖和諧，並且發出公告，聲明已經將呢個用戶封禁咗啦。但係冇幾耐咧，就有玩家發現咧，呢個賬號咧仲喺遊戲入邊玩緊嘅。最後呢個賬號咧改咗個名，就消失咗，冇人再揾到佢啦。咁由此可見啦，其實呢隻遊戲咧根本就冇咁多人課金嘅，可能有一部分嘅 account 咧都係同呢個 MK77 一樣，帶住一堆豪華陣容去衝餐呢個場面，等人覺得呢隻 game 好似真係有人好課得錢咁。咁而 MK77 事件咧，亦都變成呢個貼吧上面嘅禁字，唔可以再為相關事件進行討論，否則會鏟帖禁言。至於一啲課咗錢嘅玩家呢，見到呢條友1蚊都唔使俾呢，就可以有一堆限定呢，你話興唔興啊？咁樣咁討論敢達嘅貼吧呢，更加係亂七八糟嘅，唔係邊個表邊個喺度單排做戲呢，就係問嗰部好勁嘅限定幾時削弱，邊台弱機體呢就要加強，然後呢就變成咁個強機嘅玩家呢，就直接同嗰啲嗌住要削弱嘅玩家呢，就不斷無盡做罵戰。而一個討論遊戲嘅地方，幾乎你係揾唔到一篇勁正常嘅技術討論，因為呢隻 game 冇技術之餘咧，全部都係呢個廢柴營運一手造成嘅。咁而佢嗰啲所謂遊戲平衡咧，都係得啖笑嘅。往往嗰啲強機咧出咗半年之後啦，咁
咁啊約殺晒所有嘅玩家啦，滿街一片罵聲嗰陣咧，就會扮到好似主持公道咁咧，就將嗰部機強行削弱。實情咧就將大家嗰啲錢呃晒落去課金之後咧，直接削弱，殺雞取卵。而上一集啦提到頭3名最勁之一民主高達，4月中啱啱登場嗰陣咧，因為好弱，結果咧同一日官方進行呢個緊急上修，咁嗰啲你望住都避唔到嘅12黃方牌啊，傷害爆炸嘅暗黑子啊，近距離幾乎必中嘅超速鞭啊，集一堆破格武裝於大成嘅機體，成為呢啲中貨人士，到土豪都要一人都要有一部。可惜好景不常，由於7月官方推行呢個王牌技師，sorry， 放錯咗圖。7月嘅王牌機師線下挑戰賽，為咗避免周街都係民主嘅尷尬情況呢，所以呢就將上述嘅武裝狠狠地下收，結果風光咗3個月嘅民主高達呢，就變成咗一隻落水狗啦。咁另外啦，遊戲入邊呢最直接可以獲取到資源呢，就喺競技場上面對戰。咁呢個模式呢，就有軍階之分嘅，玩家就要喺嗰個月份盡力去打上去呢，就可以得到相應嘅獎勵啦。月底呢，結算到上賬嘅話，你就可以得到1200個點券，咁啊面值120蚊人仔嘅。咁如果你每日都打夠數量，獲勝嗰陣，你就可以得到8個競技場嘅箱。咁上賬級每一個競技場嘅箱 total 加埋就可以有168個點券。但係咧喺上賬入邊咧打晒8個箱嘅代價咧，就係成為啲課金大佬嘅沙包。咁你軍階由準將開始咧，遇到嘅對手就會越嚟越勁嘅。你自己嘅機體強度、血量唔夠咧，只會打到你嘔血嘅啫。咁另外啦，官方仲有呢個保底積分，遊戲入邊就會按你嘅表現去增加呢個保底積分，加滿晒保底積分就會送你升一級。聽上嚟係咪好良心呢？咁但係都只不過係為咗保證嗰啲課金大佬定時定候都有啲魚送上去俾佢哋打嘅啫。咁你叫嗰班課咗幾萬到幾十萬嘅人對翻佢哋自己嗰班人咧，係冇可能嘅。佢哋自己咧亦都會事先溝通好。例如呢個大佬 A 組咧，佢哋要打傷嗰陣咧，大佬嘅 B 組咧就會先 offline， 等呢個大佬 A 咧將啲魚殺晒啦，殺夠啦，開完箱啦，就輪到大佬嘅 B 組就上嚟殺。咁成個競技場嘅生態就係咁啦。鯊魚啊食大魚，大魚啊食細魚，細魚啊食蝦蟹，蝦蟹啊食浮游生物。咁浮游生物啦就剩低啲 CPU 俾佢哋打。所以咧競技場係唔存在什麼乜嘢公平較量，較量咧就淨係課金多與少嘅啫。咁打機啦，其實都係為咗求一份開心嘅。咁但上面發生啲咁多唔開心嘅事呢，咁我絕對要揾啲開心嘅嘢嚟做。咁所以就俾大家睇下，擁有高數值戰力嘅機體同呢個低戰力嘅機體到底有幾大嘅差別。3個 cancer 食屎啦！龍機 Amazing X 呀！你竟然識得分體啊！咁我打爆你本體！邊個俾你升高啊？同我落返嚟！喂，你想點啊？走開啦，黐線佬！做咩啫你？咁呢一隻偏離平衡嘅對戰遊戲，強度高低都係為咗呢個業績增長。雖然啦，有啲機體嘅強度已經開始過時。本來強度都唔係好勁嘅，但係魔改之後嘅性能絕對可以令你反胃。例如喺呢個霸體格周圍都係你阿媽大減價益你阿爸嗰陣呢，狼王嘅霸體更加係別樹一格嘅。一般啲霸體格嘅霸體效果淨係限於發生嗰陣先有嘅，出招後就會冇咗霸體噶啦。但狼王嘅霸體格出手之後呢，竟然仲帶有2秒嘅霸體，而且仲可以配搭呢個破盾嘅跳劈去使用。擊中之後咧，仲可以選擇減速嘅派山。如果你隻抽上面遇到黃狼，你只要俾佢減速一次，就會陷入呢個減速地獄。減速效果持續嗰陣，你係冇可能抵抗得到佢下一次嘅攻擊。而且佢仲有呢個美人模式，開咗之後間中就會對敵人進行呢個麻痹屬性嘅攻擊。仲有啦，佢血量越低，機動力同埋攻擊力就會越嚟越高，完全係一部隻抽神機嚟嘅。而6月份嘅新機 G-Self 宇宙背包形態更加係呢個威壓機器嚟嘅。威壓咧就好似放題咁任出嘅，
佢除咗好似有大人馬一樣嘅盾衝之外呢，佢個反射背包嘅霸體撞擊係更加恐怖。呢個速度，呢個起手，就算你有神一般嘅反應去舉盾，呢個網絡延遲都唔會俾你去做到嘅。你只有事前去預判呢個霸體衝咧，你先可以盾擋到嘅。而 Double Orizer 自2018年尾推出之後呢，可以話係全隻 game 入邊最保值嘅限定機。由於呢部機嘅賣點在於佢唔需要覺醒咧就可以使用 Tran 3模式，佢嘅 Tran 3比 EXVS 更加誇張嘅。EXVS 嘅 Double Orizer 喺 Tran 3持續緊嗰陣，只有喺非攻擊嘅狀態下俾人擊中先會進入量子化嘅。但海鷹呢間公司咧知道 Double Orizer 人氣非常之高，為咗吸引你班人去課金，佢就將佢嘅量子化延伸到格鬥攻擊嗰陣咧都可以進入量子化嘅。當呢個 Double Orizer 進入呢個 Tran 3狀態呢，你做嘅事一係只有走，一係只有盾擋。3個之後仲可以將呢個 Tran 3持續時間提升成25秒，而且覺醒技亦都可以令你即刻進入呢個 Tran 3狀態。一場對戰入邊，一部 Double Orizer 咧基本上都可以用到3次或者以上嘅 Tran 3，所以佢無論經歷過幾多次官方嘅下修呢，由於呢個 Tran 3狀態無敵機制下面呢部機亦都受到唔少中貨甚至係準土豪嘅喜愛。咁如果你係啲戰棋類遊戲嘅愛好者，西馬專用嘅格魯古古 M 係最適合你嘅啦。佢嘅技能就係召喚一台援護，而且固定於當前嘅位置持續10秒，不斷咁進行呢個機關槍連射。你最多可以召喚2部，每一次12秒就可以回彈1發，而且援護嘅射擊咧係冇距離嘅限制嘅，無論幾遠嘅敵人都係帶住紅鎖嘅誘導。如果我方用2台格魯古古 M 就可以進行呢個6打2嘅激烈而且有趣嘅對戰。如果你企喺高位度放援，就會將呢個遊戲變成塔防類嘅遊戲嘅。到呢部自護高達啦，當呢個覺醒技可以坐上 MA， 可以同人強制 one on one 呢啲五花八門嘅嘢，而呢台機嘅覺醒技亦都會嚇你一跳嘅。我甚至乎懷疑整呢台機設計呢個覺醒技嗰條友係咪 Call of Duty 嘅 fans 嚟嘅？咁 EXVS 嘅多路機師3佢就由於搭載咗呢個 Super Burner 嘅系統，就會令到機體有獨特嘅操作方式，每一次嘅 SB 移動到攻擊都非常之流暢同優雅嘅，絕對有呢個殺人加速嘅感覺。咁但喺敢達上面嘅多三製作佢嗰個人呢，係絕對係吸咗大麻嘅，佢嗰個 SB 移動就真係好似 SB 一樣。你睇下啲咁嘅 SB 似乜嘢樣？你部機咁樣揈嘅話，即古斯喺駕駛艙入邊，佢條頸骨早就錯到斷鬼咗，死鬼埋啦。如果你覺得 EXVS Force 係一嚿屎呢，咁呢個敢達真風對決呢，就絕對係俾海鷹嗰班人食完嘅屎，消化完之後再屙出嚟嘅屎渣。你當嗰啲高達迷係水魚，一個個咁呃佢課金，課咗嗰啲錢你唔當係錢，你嗰啲數據隨便改，從呢個遊戲充滿柒味嘅界面，到你嗰啲咁嘅爆鑊行為，都係帶住自己老母出嚟去做呢隻遊戲嘅。一個食人唔掠骨，明目張膽搞利益輸送嘅董事，一堆個腦淨係諗住點樣可以呃你更加多錢，同埋嘔心玩家嘅策劃，一堆翻工等收工嘅垃圾冗員。一間正常嘅遊戲產業，你 debug 你做除錯嘅工作呢，一定係會由一個品質保證嘅部門去做，或者由開發員去研究特定嘅情況，去再做呢個測試。結果呢個工作呢，直接外判咗俾玩家去做，直接連呢嚿錢都慳翻。即係遊戲由開始到依家，各種古怪怪、古怪獵奇嘅 bug 呢，都會俾玩家遇到嘅。你咁樣做遊戲嘅心態，你真係當玩家係傻㗎。你成間公司由頭到腳，由內到外都係當玩家係水魚嘅，你係抱住當玩家係白痴嘅心態去製作遊戲嘅，覺得佢哋課金呢係奉子嘅，唔俾錢呢就要接受啲課金玩家嘅毒打，你將啲新手趕走晒，你課金嗰啲人就冇下層嘅沙包，呢種咁嘅惡性循環就源於成個遊戲嘅理念，一開始就已經錯到離晒譜，就係所有課金去換強度嘅遊戲呢係唔會有任何公平嘅競技嘅，喺呢個不公平嘅環境下面，乜嘢技術都係狗屎垃圾廢話。你 EXVS 冇錯啊，你係有勁機，你有弱機，但係你大家都可以用強機，唔會突然間人哋用個 Reborn 照射打350傷害，你嗰部 Reborn 照射淨係打200，或者唔會人哋可以用巴力嘅時候，你淨係可以用部1500機嚟對抗。如果 EXVS 講求係10% 嘅天分同90% 嘅努力，咁敢達絕對係講求1% 嘅天分、9% 嘅努力、50% 嘅金錢同埋40% 嘅 EQ 同埋忍耐力。咁好啦，2集超過1萬字嘅片呢，都係小弟第一次嘅嘗試嘅。如果有改善嘅地方，歡迎你哋提出下意見，我會繼續努力去搜集其他高達相關嘅題材俾你哋。